别赖着了，赶紧滚！滚蛋！吃饭呢！不准你们说我爸爸是废物，我爸爸有好多钱。外公，我爸爸才不是废物，这些钻石都是我爸爸的。小屁孩，你哪里找来的演员呢？我没有说谎，外公，这些就是钻石。波妞，今天是外公的生日，你不要捣乱。妈妈，我没有捣乱，我拿着爸爸写的字去世界银行给外公取的礼物。商界之王卫龙，核心总督赵海，海燕第14家家主封侯，活死人一世叶塔拜见教父，拜见教父。赶紧起来，别让别人看见了，我不想让我老婆知道我的身份，快！艾麦不可一日无主，求教父大人回归，重掌艾麦。求教父大人重掌艾麦。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商界、权势、世家、医界，交给你们我很放心。我现在只想跟我的妻子举案齐眉，过普通夫妻的生活。你们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了。是，教父大人。龚占霄，二姐夫，还真是桑宁家的耙耳朵呀！你手里拿的，不会是女人的内裤吧？你一个大男人居然给女人洗内裤，你真够窝囊的！不窝囊，给老婆洗内裤应该的。哼，我就没见过这么怕老婆的。怕老婆怎么了？怕老婆的男人啊，家庭才和睦。老婆，我马上就洗完了。二姐夫，你们少管我们家的闲事好不好？谁愿意管你家的事儿啊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明天爸生日，他请了镇首富刘富贵，他让你家这个耙耳朵不要去。他请了刘富贵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爸生日，我肯定要跟我老公一起去的。你懂什么？人家刘首富前几年就表示对你有意思，现在他老婆死了，爸的意思是啊，趁着这次生日，让他再见见你，撮合一下你们。姐，你胡说什么啊？我是有老公的。就是，桑宁是我的老婆，你们别乱来啊！你个窝囊废，给我闭嘴！你一个大男人，每天只会洗衣做饭带孩子，让一个女人赚钱养家。我们桑家的脸都被你们两个丢尽了，你怎么不跳进河里把自己淹死啊？省得祸害别人。够了，二姐，我就喜欢我老公这样的。你们俩要是看我们两口子不顺眼，那么就当不是一家姐妹，以后别再联系就行了。就是，我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只要我们夫妻二人过得开心就够了。你们开心就够了。明天爸生日，你送得起一件像样的礼物吗？只怕我送的礼物会惊掉你的眼珠。好了，老公，别理他，我们走。老公，你怎么把这一箱镀金首饰拿出来了？明天不是爸生日吗？我看有没有适合送给爸的东西。你要把这一箱镀金的东西送给爸，这一箱东西加起来还不到200块，你想什么呢？老婆，这些可不是镀金，都是真金，每一件都是大师的孤品，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行了，这话多说几遍你自己都要信了，是真是假我还不知道吗？老婆，这些都是真的，我可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好，不论真假，这些东西都是你送给我的，不许再送给别人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给你写张支票吧。明天一早，你拿着我写的字去安麦旗下的世界银行找行长王福请，
让他带你挑件礼物。你说什么？拿着这个字去世界银行挑选礼物？对啊。老公，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。暗麦掌管世界经济和权势，是我们普通人这辈子都接触不到的势力。我要是真拿着这张纸去世界银行，我还有命回来吗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呀？明天爸生日，我想帮你嘛。好啦，你就不要再耍这些幼稚的小把戏了。我知道男人嘛都要面子，今天还被二姐说了一顿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生活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老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行了，挑礼物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的。可是没有可是，听我的，不许瞎操心。也罢，还是我打个电话亲自安排吧。再见。爸爸妈妈又亲亲抱抱举高高去了吧？爸爸那么认真，肯定不是撒谎。给外公的礼物，就让我去帮他取吧。爸爸，你回去吧，我自己进学校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呀，爸爸，拜拜。波妞，你慢点跑，小丘比摔到了。这小家伙。林峰，今天中午12点，你准备50箱上等的光良酒，送到6义中路桑家。是，教父，我即刻亲自安排。太好了，我现在要去世界银行给外公挑礼物去了。哪来小屁孩？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我知道呀，这是暗麦旗下的世界银行。你知道这是暗麦旗下的地盘，你还敢往里闯？你不要命了？可是我爸爸就是让我来这儿挑礼物的。嘿，你看，这是他写的字。对呀，叔叔，快让你们行长出来带我去挑礼物吧。臭小孩，你敢耍我？赶紧滚啊！我可没工夫跟你瞎胡闹。我的字，我的字，我的字！住手！教父，这是暗麦教父的字。不对，这是我爸爸写的字，你还给我。这是你爸爸写的？嗯。教父大人隐婚数年，难道这女娃娃是教父大人的女儿？萧小姐，你爸爸让你来银行做什么？我爸爸说拿着这个字找行长王福锦，让他带我去挑给外公的礼物。行长，这个小女孩想拿张纸往暗麦银行里取东西。你给我看清楚了，萧小姐的样子，以后再敢对她不敬，10条命你都赔不起。是。我就是王福锦，萧小姐，我现在就带你去挑礼物。萧小姐，这是各种玉石翡翠，各色钻石，各色珍珠，您看看要挑些什么带回去？行长伯伯，你叫我波妞就行了，我也看不懂，还是钻石闪亮耀眼，就钻石吧。好，那波妞小姐，您要多少？书包装满吧。哦，好，这就给您装。恭喜恭喜！没事看您爸，爸，这是我们给您准备的寿礼，和田玉如意一个。
爸，这是我们送您的一台老人乐，这开车出去兜风啊，可舒服了啊！对，可舒服了。爸，这是我们送您的教父最爱的酒，限购特供的2瓶光良酒，正好今天都是自家亲戚、自家人，我们一起喝点。是啊。光良酒，听说教父大人啊，为了与民同乐，将在不久放开限购，价格还很亲民。但是现在这还是有钱买不到的好酒，哈哈哈！这些礼物啊，都送到我的心坎上了。这刘首富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小妹怎么还没看到人呢？来了，爸，我们来了。爸，我们来了。爸，老四啊，你可算是来了。爸刚才还念叨着你呢。老四不是特地告诉过你不要带公战箫来吗？一会儿刘首富就来了。好了，少说一句。爸，这是战箫特地为你买的酒。爸，祝您福寿安康，万事顺遂。你把酒放下，可以走了。爸，我们是特地来给您过生日的。哼，这2瓶酒不会是妹夫你从半年生活费里省下来的吧？我和桑宁虽算不上富贵，但也不至于清贫至此啊。哼，你成天围着赵太孩子转，一分钱不赚，整个家就靠桑宁撑着，你还不好好过日子，净想着装脸，就不知道疼老婆。我真搞不明白老幺都看上你什么了。爸，只是2瓶酒而已，我们没有充面子。再说了，我和战箫也不是没钱，只不过是今年的钱都在项目上。得了吧，老幺，你家拢共有几个钢镚儿，我们谁不知道啊？二姐，你少看不起人了，我们家的钱都在项目上，这是事实。下消息了，咱们关门过日子，自己开心就好，不需要向任何人张扬。再说了，今天是爸爸过寿，咱们不要闹得不开心啊。那小子，你不要两面三刀，老幺就是跟了你这个废物才变得这么虚伪，张口闭口公司投资项目，主张大家都是傻子。爸，我没有虚荣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我们现在挺富有的。真的？微真吧，但凡有40%的真，你们2口子啊，就不至于拎着2瓶二锅头来了。是啊，老幺。就连我们今天带的也是2瓶光良酒。像你啊，要是嫁给像刘首富这样的老公，那你今天给爸送的东西比这二锅头还翻10倍不止。刘首富这么好，你自己去嫁。你这么多年过去，你怎么还是不听人话呢？我为什么要听？我老公就是最好的，往年家里任何大事都是我和战箫出钱出力，你们吃了拿了，怎么说了就忘记了。得了吧，往年你们能办得那么轻松顺利，都是因为我老公是暗卖的人。什么？二姐夫是暗卖的人？你以为呢？而且我还跟权力巅峰的暗卖教父说过话，你们桑家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都是依附于我。二姐夫竟然是暗卖的人，怪不得我的公司像开了挂一样。别信他，暗卖那样严苛的组织，二姐夫讲的进不了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暗卖教父那种云端化身的大佬，怎么可能跟姐夫对话？太假了。桑宁，你们2口子少他妈在那蛐蛐我，真要是把我惹急了，小心我动用暗卖的势力让你们消失。得了吧，姐夫，人家暗卖是正义组织，又不是黑道，不会随便让人消失的。够了！就算你二姐夫不是暗卖的人，但他1年能赚几百万，他能给你二姐体面，哪像你啊，长这么个男人。我找的这个男人怎么了？他爱我护我，结婚6年从来没让我受过半分委屈，爱我一如初见。因为他挣不到钱，只能为你煮饭带孩子。桑宁，他不哄着你，谁赚钱给他花？老姚，你是我们家学历最高、长得最好看的，偏偏你嫁了一个最穷、最没出息的耙耳朵。够了，我不许你们这么说他。不生气，我来解决。爸，3位姐姐、姐夫，
我呢，确实每天只会围着灶台、老婆孩子转，我也确实没挣什么钱，但是我有家底呀。今天这2瓶酒呢，只是开胃前菜，我还给咱爹准备了一些别的。什么？吹牛的吧？老公，你们不用去争这些面子。老婆，我可从来都没有骗过你，我真的给咱爹提前备了礼。你准备了什么？光良酒啊，我记得咱爹平时爱喝点，所以我就特意准备了几箱光良酒。看这时间，应该也快到了吧。快装车！我们必须准时准点的赶到桑家，绝对不能让教父大人多等半秒钟。快！前面就是我外公家啦，我爸爸妈妈肯定到啦。好大的口气啊，郭振晓，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爱赚的毛病？一个窝在家里颠勺的废人，你知不知道这光良酒有多紧俏，多难买到吗？知道啊，所以我准备的才是光良酒嘛，表示诚意。这市场上呀，确实是一瓶难求，6瓶1箱，我准备了50箱。我看今天来的都是自家亲戚，到时候每家搬走2箱，高兴高兴。老公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一瓶难求的光良酒，还让我们每家搬2箱走啊！妹夫，你怕不是当家庭主妇当的精神分裂了吧？我猜啊，他就是短剧看多了，做梦梦见自己是什么商业之王、龙王一上了。哎，商界之王是卫龙，活死人一胜的是叶棠，他们呀都是我的手下。他说商界之王和医圣都是他的手下。空展霄，你再吹牛就飞上天了。吹牛又不犯法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不是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老公，你别说了，你不是那种别人随便激2句就失去理智胡说八道的人。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要不要去看医生？老婆，我没事，我真的准备了50箱光良酒，你信我。50箱光良酒啊，老公，咱们不要说这些大话。光良酒现在是暗卖特供，除非教父大人亲自设令放开限购，否则我们这些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买到。哎，老幺，你该不会是想带你家那耙耳朵溜了吧？别走啊！万一一会儿那50箱光良酒送到了，没人签收，可怎么得了啊？够了，别笑了。老婆，不怕，他们现在笑得越无知，到时候就打脸越疼。顾振晓，你是存心要在我的寿宴上让大家看我3家的笑话。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？我女儿竟然被你这个废物迷了心智。爸，你怎么就不能公平看待展霄呢？他这么好，你怎么就不能看见他的好？他这个兜里比脸都干净的废物，要真是那个对你好的老实人，我也就认了。但你看看他，什么都没有，还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什么德行？我要是再不管你，你这辈子就毁在他手上了。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嫁的这个男人，他给整个商家蒙羞，今天你必须跟他彻底断了。一会儿刘首富会来相看你，你要跟他成啊，那人的身份，你才有资格送光良酒。我不要，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凭我是你老子，我绝不允许你还跟他在一起。赶紧把这个没有用的追星给我赶走！走啊你！赶紧走啊！耽误大家吃饭了，知道吗你？滚出去！滚啊！别赖着了，赶紧滚！滚啊！不准你们说我爸爸是废物，我爸爸有好多钱。外公，我爸爸才不是废物，这些钻石都是我爸爸的。小屁孩，你哪里找来的演员呢？他们才不是演员，他们是行长伯伯派过来护送这些钻石的。钻石送到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谁犯法了呢。是啊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出，那可是端着枪的，出息！这些人一看就是演员。为什么？怎么看出来的？非法持枪啊，那可是要坐牢的，还
不是演员。有道理，差点就被骗了。我说呢，波妞一个小孩子，竟然有警卫端着枪来保护。波妞，你刚刚说这些是什么？钻石啊？波妞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是钻石呢？小孩子胡说八道，大家别当真啊！妈妈，不对，这些就是钻石。小小年纪学会说谎了？我没有说谎，外公，这些就是钻石。波妞，今天是外公的生日，你不要捣乱。妈妈，我没有捣乱，我拿着爸爸写的字去世界银行给外公取的礼物。你爸爸开玩笑逗我们玩的事，你还真信了？简直是胡闹！三姐，你还不赶紧让这妇女赶走！爸，蜗妞她也只是想送您礼物，您就看在她一片孝心的份上，就别跟小孩子一般计较吧。是啊，爸，蜗妞才5岁，她哪知道什么是钻石啊？肯定是她那个没本事的爸爸教的。大姐，你还别说，这假玩意儿还挺闪的，要不仔细看，还真以为是钻石呢。得了吧，二姐，就这堆破玩意儿，怎么能跟真钻比啊？是啊，蜗妞背了一书包来，我也是开了眼了。这1克拉的钻石就得好几万呢。老四家他们可真是豪气的很呢，背了一书包来。老三啊，发财了！你外甥女送你一书包的钻石。够了！老三啊，发财了！你外甥女送你一书包的钻石。够了！三女，你是欺负我们没见过真钻石啊，让个小孩背一书包的玻璃来骗我们，没钱和硬装，孩子都让你们教坏了。对不起，爸爸。我说老四，你们一家3口在这里一出接着一出野，看把爸给气的。今天可是爸生日啊！老四，你看看，你都嫁了个什么多心的男人啊！姨妈会，不许你们这样说我爸爸。哼，有其父必有其女。老婆，那我就先带波妞回家了。你现在要回家？今天是爸的生日，先是你死要面子说大话，然后让波妞背着一书包玻璃碴子来胡闹，闹完了你就要走，你连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都不给吗？好，我们不回去，在这里陪你。你别生气了，这些都不是玻璃，是真钻石。不对，妈妈，这些真的是钻石。老婆，你要是觉得送这些钻石不合适的话，那咱们就等50箱光良酒送来啊。哎。爸爸，我陪你一起演。够了！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龚占霄，我嫁给你是看中你人好，够真诚，能踏实过日子。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。老婆，我知道你更愿意过平静安稳的生活，所以我配合你，一切都以你为主啊。可是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虚荣？你在家里说说，我就当你是哄我开心了。今天倒好，你传统女儿来陪你一起演戏。我怎么会串通孩子一起演戏呢？那这是钻石吗？当然是了，老婆，你信我。你要我信你？你要我信这一书包的玻璃渣子是钻石，整整一书包钻石？他们真的是钻石啊！老婆，我可从来都没有骗过你啊。龚占霄，虚荣装逼暂且不提，可你是波妞的爸爸，你要做好言传身教，别把女儿带歪了。妈妈，你别凶爸爸，以后爸爸的话不要什么都信，好吗？不好，爸爸不会骗我的。老婆，你跟波妞说这些做什么？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要是觉得这些不是真钻石，那他们就不是。我认错，别生气了嘛，好不好，老婆？老婆，你跟波妞说这些做什么？好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要是觉得这些不是真钻石，那他们就不是。我认错，别生气了嘛，好不好，老婆？那你还不把这一地的玻璃扔出去？好好好，只要你不生气，我现在就把它们收拾起来，丢出去。还要给爸爸道歉？怎么，不愿意啊？愿意愿意，都听你的。爸爸，我陪你一起剪。波妞真乖。老三啊，这妖女婿没钱他还爱装，
又是个怕老婆的软骨头。只可惜商宁啊，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桑家的脸都被这废物丢尽了。老幺，你还要带着你的帕尔多老公在这儿演吗？二姐昨天特地去提醒你，今天不要把这个人带来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闹了这么大的笑话，真是丢死人了。不许你们这样说我爸爸。没事的，波妞，让他们说。爸，您要是不喜欢这书包里的东西，那我可就都带走了啊。刚惹您添怒了，我很抱歉。道歉就不用了，你赶紧带着你那部破烂和你女儿赶紧走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爸，你别收，我来收。爸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如果你们看我们两口子不顺眼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站住！在你眼里还有不有这个爸爸？爸，是您和大家先排挤我老公的。这样的男人也值得你维护？无论战潇在你们眼里有多不好都不重要，在我眼里是最好的就够了。老四，你糊涂啊！二姐，日子是我和战潇在过，我自己觉得幸福比什么都强。如果今天我非要你离开这个小子呢？爸，我是不会因为你们任何人的态度就放弃我和我老公的婚姻的。这个不孝女，但凡你要是敢跟他走出这个院子，我今天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如果愚孝的代价是让您拆散我和我的家庭，那您不认就不认吧。简直是造孽啊！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孽障？走啊！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吗？你真心爱我，护我，我又怎会让你再被别人看不起？好啦，先回家，回家再说。不，光良酒要到了。光良酒到了，就在门外。还装呢？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。哎呦，老四，你可长点心吧！他刚刚还一口咬定那一书包的玻璃是钻石，现在听到点动静又立马开始编了。老四，刚才这个窝囊废可说有50箱光良酒，你信吗？那50个光良酒纸箱，他都得攒2个月才能买得起吧？你们少看不起人了。光良酒现在是难买，但是等以后放开限购了之后啊，光良酒就是国民好酒，普通人也能买到。老幺，你今天就跟这个小子断了，和刘首富在一起，凭刘首富的身份和人脉，你现在就可以孝敬我50箱光良酒，不用等到以后。3年跟我在一起也不需要等，50箱光良酒就在门外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你们把他给我赶出去，多看一眼就都晦气。快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们走，放开把那边东西我滚走。我们自己会走，你们放开。林峰奉命前来送礼。送礼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光良酒到了，你看我没骗你吧？都搬进来。这么多，林峰，既然酒已经送到了，你可以先走了。是，我们走。你真把50箱光良酒弄过来了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没花钱，一个朋友的，还有渠道。今天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小忙吧。还真有酒啊！打开看看，我不信一个整天围着灶台转的主妇能买得起50箱光良酒。我来看，好香啊！真香，啊、真香。好香啊！真香，真香。哇，好香啊！好香，好香！这酒啊，确实是产自四川北纬30度燃酒黄金带的光良酒。我先尝尝。啊，应该是爸来。爸您先试试。入口舒服，绵雅浓香，余味悠长，好酒，好酒啊！好香，好醇，
好酒啊，我也尝尝。入口舒服，甜雅浓香，余味悠长，好酒，好酒啊！真酒，当然是真酒。爸，现在50箱光粱酒就摆在这里，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们战香没有说大话骗你了吧？真没想到，最没本事的人送了我50箱光粱酒。限购的酒，50箱光粱酒，哪个渠道买的？你们不会真的相信这50箱酒是这个窝囊废送的吧？二姐，我老公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你要这么针对他？桑宁，你家有几个钱你不清楚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们家买得起这50箱光粱酒吗？我们家啊现金是不多，可是我老公有人脉啊。我老公说了，这些光粱酒啊是他一个朋友送的，人家有渠道，内部渠道。我活这么大就没听说过光粱酒有哪个渠道能送50箱。哦，那可能就是你孤陋寡闻了。我老公啊就是有人脉，人家就是有渠道。胡说！我可是按卖的人，像我这种有身份又有经济实力的人，从来没听说过普通人能有渠道可以一下买50箱光粱酒。所以老公，你也觉得这50箱酒来路不明，有问题，是不是？老姐的，这么说，这50箱光粱酒我不能收了啊？不，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。二姐夫，你在这儿拱火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桑宁，你别跟护犊子的老母鸡似的，说你男人一句，你又跳出来咯。我护着我自己的老公，我有什么错？不生气，不生气。老四啊，你那朋友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这个酒可是限购的，50箱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其实啊，没你们说的那么复杂，就恰好是光粱酒的代理商。别说这50箱光粱酒了，整个海盐市的光粱酒都得从他那里过。大人物呀！哎呀，这不算什么，一个酒商而已。酒商？其实啊，没你们说的那么复杂，就恰好是光粱酒的代理商。别说这50箱光粱酒了，整个海盐市的光粱酒都得从他那里过。大人物呀！哎呀，这不算什么，一个酒商而已。酒商？一座城的渠道源头商可不是普通的酒商。不，可以了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我怎么就这么不相信你说的话呢？无所谓，你信不信？哎，我信！这个兄弟能帮你这么大忙，想必你们关系应该很铁吧？有机会啊，介绍姐夫认识啊。老四，你小时候我带你的时间可是最多的，你不会是忘了吧？大姐，你们刚才可还看不起我老公呢。哎呀，那都是误会嘛，亲姐妹说2句，你还往心里去啊？哎，快，别走了，我们坐下就要吃席了。别理他。哎，兄弟，把你那个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吧。啊！哎，妹夫，你有这么好的人脉，你可不能白费了啊！还介绍给你姐夫认识，大家一起赚钱嘛。抱歉啊，我的时间呢，照顾家庭和老婆都不够，实在是抽不出时间给外人的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你有什么抽不出时间的？我每天6点起来做早饭，7点送女儿上学，8点送老婆上班，上午洗衣拖地搞卫生，下午炖汤做晚饭。我5点接女儿，6点接老婆，晚上一起吃饭、散步、聊天、打游戏，晚上10点睡觉。我这哪有时间给外人啊？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是一个正常男人的一天。灿兄，你怎么桑宁奴役成这样了？哎，姐夫，你们可别乱说话。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分工，凭什么这些女人做就是天经地义，男人做就不行？就没有男人在家里面做饭带孩子的道理啊？你不愿意煮饭带孩子，是你自私，不愿意帮老婆分担家务。姐夫啊，我已经跟我老婆商量好了，她上班我顾家，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。你还真没辜负你这耙耳朵的名声啊！我愿意啊，只要我老婆孩子开心，我就非常满足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我并不在意的。你就吹吧，刚才是谁打肿脸充胖子，让波妞拿了一书包的玻璃来冒充钻石啊？这50箱酒啊都是真的。二姐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波妞书包里是真钻石呢？指甲盖大的得几万，那书包要都是真的，得上100亿了。有，当然有了。桑宁，你自己听听，可能吗？行了，这钻石是假的，但这酒是真的。你们呢，就不要拆老幺的台了。战小，在自家人面前，你就不要摆谱了。你那个大人物朋友，直接请到家里吃饭，
让大家也认识认识啊。就是啊，那么铁的关系，肯定能请得来吧？老公，你真的能请来海燕城酒商会的老大？能，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过来。林峰，6义中路桑家，马上过来。是，教父大人。你真的能请来那个大佬？一定能。没想到我们3家还能请到这样的大贵人。爸，一会儿刘首富就来了，您别忘了，他可是奔着老4来的。刘首富40多岁了，还死了2个老婆，他配得上你妹妹吗？桑老头，你竟敢说我配不上你女儿！刘首富40多岁了，还死了2个老婆，他配得上你妹妹吗？桑老头，你竟敢说我配不上你女儿！哎呀，刘首富，您终于来了。对呀，刘首富，就等着您开席呢。桑老头，当初可是你求着我来相看你家小女儿，现在你又说这话。我说这话怎么了？你个40几岁的老东西，还想相看我们这3年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？桑老头，你疯了吧你？爸，您想想清楚啊，那小子他只是送了几瓶酒，但是您不能把真正的财神爷往外推呀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光良酒是真的，站下的这份孝心值得我包容，值得我接纳。老公，还是你有办法，爸终于接受你了。这么多光良酒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我都开箱试过。这些酒都是他送的，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脉啊？人不人脉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份孝心。我们也怀疑过，但这耙耳朵说这是本市酒商老大送他的。什么？大家都听我说，你们都被骗了。我们也怀疑过，但这耙耳朵说这是本市酒商老大送他的。什么？大家都听我说，你们都被骗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刘首富，你别在这儿挑拨离间，这些酒我们已经验过了，是正品。3年说的对，我亲自验过，站下送的酒绵雅浓香，余味悠长，纯得很。桑老头，我没有说这酒有问题，我是说这酒不是他送的。不是他送的，那是谁送的？当然是我送的了。什么？是你送的？刘首富送的？你胡说，这酒明明就是我老公送的。本市酒商会的老大是我们战校的朋友。胡说八道！海燕市名酒商会的会长林峰，那可是我的贵人。林峰？刚才我老公打电话的就是林峰。等林峰来了，这酒是谁的一清二楚。你们是什么蝼蚁呀？还给林会长打电话啊？他随便说一说，你们就信了？也就骗骗你们这帮没见过世面的穷亲戚了。哎，刘首富，我可是从头到尾都相信的是您。还是你有眼力劲儿。谢谢刘首富赏识。这50箱酒是桑老头去我家当天，我给林会长打电话让他帮我买的，真金白银，我花了100-200万呢。我差人提前送来，怎么就成你们送的了？好啊，争论无用，还是让林峰亲自过来解释吧。对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等林会长来了，酒是谁的一清二楚。异想天开，你们还想给林会长打电话？林会长那样的大贵人怎么可能会来这个地方？当然会来，我老公刚才打电话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是啊，是那个名字。他随便说几句话，你们就信了？林会长那是可以直接跟暗麦教父对话的人，你们这帮臭鱼烂虾也妄想见到他。跟暗麦教父对话很难吗？我二姐夫曾经就跟暗麦教父对过话。确实，我女婿就与那个云端之上的教父大人说过话。你骗鬼呢吗你们？暗麦教父那是什么样的通天的人物啊？就你们，就你。不，刘首富，我是一时嘴快说错了。暗麦教父那他妈我都不敢得罪的人。二姐夫，那你是暗麦的人，也是撒谎喽？什么？你他妈还暗麦的人？就你这种货色，你3辈子也够不上暗麦的边啊你！首富，刘首富，我真错了，我真长记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刘首富，我老公就随口说了几句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哼，无知妇女！就他这话，如果让人给告了，还有10条命也经不起罚。二姐，
原来打肿脸充胖子的是你们家啊！桑尼，你少幸灾乐祸。刘首富，龚占霄冒充你送凤礼，你赶紧报警抓他，千万别轻饶了他。二姐，这刘首富是你什么人啊？他说什么你都信？人家再怎么样也是个首富，大家都认真想想，到底是刘首富的话可信，还是这个废物的话可信？我就是觉得奇怪，要是真有这样的人脉啊，这么多年怎么会待在家里一分钱也不赚啊？还有啊，酒送到的时候，他们俩就急着要走，现在看来就是怕刘首富到来拆穿他们。大姐、三姐，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刚才是被你两口子忽悠了。你们家的情况我们太清楚不过了。就是，爸，这种人啊，先是用玻璃珠子骗人，然后又冒你刘首富的酒来充面子，你赶紧把这个奇葩给撵出去吧，这是丢死人了。龚占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哼！只是几十箱酒而已，要不我催催林峰，让他尽快过来，给大家一个解释。你还在演呢？哎呀，好，别催他，让他打，我现在就看着他打。林会长那可是我的大贵人，声音我是太熟了，我一听就知道。我看他有什么把戏。跳梁小丑，我看看打的是10086啊，还是10011啊？你怎么抢人手机啊？没事，让他去闹。可是老公，他万一乱说话得罪了林会长，林会长会不会把气撒到你身上？林峰他没那个胆儿。你别在这个时候还没个照相。好。哎，你们看好了啊，还提前备注上了，确实是林峰林会长的名字。等电话接通了，你们就知道这小子耍什么花样了。哎，通了。教父大人。哎，通了。教父大人。教父大人。大人，确实是林会长的声音。哎，是林会长的声音，你怎么挂了？不正好问问酒的事情吗？哎，你懂个屁呀！完了，这回事闹大了。哎，李富贵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刘首富，怎么了？这穷小子从一开始就气定神闲，难道他真是什么隐藏的大人物？手机给我。误会啊，误会。5分钟内我要见到你人。刘首富，您怎么对这个帕尔多现在变得毕恭毕敬的了？对呀，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客气呀？这通电话只能证明对方是林会长，龚占霄他不过是个穷小子嘛。是啊，刘首富。行了，这个礼呢我也送了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别送了。别走了！别走啊！别富贵，放开我！富贵呀，还有好多误会，你的多想解开呀！哎呀，我不差你们这顿饭，放开我，让我走！别走啊！别走！妈妈，那个叔叔又来了。刚才来送酒的那个就是林会长。哎，那人刚才不是来过了吗？是啊，是来过，就是刚才来送酒的人啊。刘首富，这就是你说的海燕酒商老大林会长吗？别拉我，松开！松开！富贵，这林会长没看到你啊？对呀，他直接朝那个帕尔多走过去了。不必拘礼。
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50箱光良酒怎么就成刘富贵、刘首富送的东西了？什么？哎呀，林会长，您安好啊！还不赶紧给我跪过来，给我老大解释清楚！我这就跪过来。哎，马上跪。那还是嚣张的刘首富吗？看来，龚占霄是个隐藏的大人物呀。林会长，我对于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天地。废什么话？解释清楚！说说吧，这个50箱光良酒怎么就成你送的了？我刚才我是一时糊涂，胡说八道了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知错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错了。他的酒你都敢冒名顶替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我这就滚，我这就滚，我现在滚！林会长，林会长，我们是占霄的姐夫。是，你好，你好。老大，他们不熟。既然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，那我们就先告退了。忙去吧。我们走。林会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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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姚，你有这么好的人脉不介绍给我们，你也太自私了吧！就是，太自私了。是的，都别说了。龚占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物啊？对呀，老四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老公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很厉害的身份没有告诉我？我最厉害的身份就是你的丈夫，别的身份不值一提。我当然相信你，而且今天是我的家人先看不起你、贬低你，我改变不了他们对你的偏见，但是啊，我能跟你一起回家。桑宁，你爸生日，席都还没开你就要走，你简直是太不孝顺了。姐夫，你道德绑架我没用，我和占霄的孝心已经用50箱光良酒表达得很清楚了。老四，你要是现在走，就是不把爸放在眼里。够了！他们要走，就让他们走。你们一个个的说话不经过脑子，现在得罪人了，就嫌三言两语，就当什么事没发生。爸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就说了几句，至于计较那几句话吗？话没说到你身上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恶语有多伤人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走吧，妞。哎呀，回家喽！送得起50箱光良酒的人，林会长还随叫随到，那龚占霄背的一书包钻石就不可能是假的。老三啊，这姚女婿啊送了50箱光良酒，要不开2箱助助兴？就是开2箱吧，就是开2箱。占霄说了，咱们大家走的时候都搬2箱走。我先把我这那2箱搬上车吧。哎，那我也去搬2箱。赶紧的动啊，搬2辆车。哎，都别动我的酒！哎，爸，你有什么意思啊？龚占霄说了，这50箱酒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2箱走。就是啊，爸，50箱呢，你也喝不完啊。你管我喝不喝得完？我的酒谁也休想动。改天再来拿，今天要是开拿，他们不都得跟着搬？我们的酒凭什么便宜他们啊？对呀，老婆，还是你聪明。哎，今天是爸的生日，都听爸的。啊，对啊，我们开席吧，开席了，来，开席了。开席了。我得偷偷去找人鉴定。那么精明的人，绝不会捡一颗玻璃。难道那些真是钻石？所以这是真钻石？当然是了，我们是最权威的官方质检机构，检测机构是法律保护的。那这一颗多少钱？按照你手里这颗裸钻的纯度、净度和完美切割工艺来看，
这一颗市场价400万起。400万？当然，这可是高品质的全镁5克拉钻石，市面上很难找的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爸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老四送给我的，怎么，你想占为己有？爸，老四送给你，你自己不要，这是我捡的。想虎口夺食，老四家一堆一堆的好东西，你找他要去？对呀，波妞背了一书包的钻石，那得多少钱啊？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爸，您这都不允许吗？东西在老四那儿，我能拿到是我的本事。这个老四之前给了我不少，我把它当成是镀金的破烂扔了不少。今天我去验证了一下，结果是真货。是真金？真金。那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四家有一个百宝箱，里面都是龚占霄给他的各种镀金首饰。那要这么说来的话，里面都是纯黄金。钻石是真的，黄金肯定也是真的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一箱的东西要都是我们的。爸，我们下半辈子还愁什么啊？龚占霄或许是一个什么隐藏的大佬，我很后悔，为了刘富贵那个一毛不拔的东西，得罪了真正的财神爷。爸，桑尼也不见得真的跟咱们生气了，他那么孝顺，咱们啊主动给他个台阶，主动服个软，关系就好啦。也对，老四向来是嘴硬心软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走。这一箱的镀金破烂啊！波妞，把你的书包拿过来。妈妈，我来了。波妞啊，你爸爸说要把这一书包亮晶晶的破烂留给我们玩，你要留下吗？妈妈，这些不是破烂，都是钻石。好，好，好，是钻石，是钻石，我说错了，行了吧？这百宝箱里的东西啊，都被你爸买的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填满了。哎，妈妈，你不喜欢，为什么不卖掉？虽然妈妈不喜欢，但是啊，这些都是你爸爸买的，都是你爸爸的一片心意。哎，对了，你爸爸呢？在和那个林叔叔说话呢。林会长，那得好好招待一下。教父大人，那个刘富贵需要把他彻底解决掉。不用，小小蝼蚁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老公。哎，老婆，什么事啊？林会长，您快坐。夫人不用客气。林会长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来家里做客，连一杯茶都没有，太失礼了。啊，老婆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泡茶，这就去。哎，不用。林会长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，来家里做客，连一杯茶都没有，太失礼了。啊，老婆说的对，我这就去泡茶，这就去。哎，不，林会长，您快坐。不用，我不渴，我不喝茶。没事没事，您坐。夫人，实不相瞒，我对茶过敏。对茶过敏，那咖啡也过敏，所以就不用我大哥，不用麻烦了。再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喝暗麦教父亲自泡的茶呀。老公，龚占霄。哎，老婆，我来了，什么事啊？你这么快就把茶泡好了？啊，开水现成的，茶叶就在湖旁边呢。来。哎，林会长喝不了茶，你要不换杯白水来吧？你不喝茶？喝，我喝。痛！啊，好茶。林会长，你不是喝不了茶吗？喝的，
偶然也喝的。可是你不是对茶过敏吗？偶尔也不过敏，偶尔。那我去炒2个小菜，林会长，您赏个脸，在家里吃个饭再走吧。不了，夫人，我还有公务在身。哎呀，你来都来了，吃个饭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老婆，林会长呢，肩上的工作多，就让他走吧。是的，老大，夫人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家里有客人来做客，你连一杯茶都没有，再是朋友也不能这样。遵命，老婆，我记住了。你把衣服洗了，我去做饭。好，那你把米洗好放锅里，等我回来炒菜。爸，那不是林峰林会长吗？好像是。这林会长跟战霄的关系到底有多好啊？竟然跑到老姚家里来了。爸，看来那个耙耳朵身份不简单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天要拿到那个钻石，还有黄金。哎，我家又出来了，等他走以后啊，我们就去找你小妹。小妹，你干嘛？泼水？怎么碍着你了？小妹啊，你该不会还在生气吧？你看我和爸都主动来找你了，你就别那么小心眼了呗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那天你跟战霄没吃饭就走了，我很过意不去呀。我后来想了想，那天我和你姐姐们说的话确实过分了。我晚上是辗转反侧，睡不着啊。我在想，我们父女俩的隔阂啊，还得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主动一个积极的态度。小妹啊，自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是不是？你们是来求和的？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是啊，小妹，就那几句话的隔阂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呗。三年，这事要是过去了，就让我们进去坐着说吧。爸，虽然战霄在您生日会上送了50箱光良酒，但是你们不要误会，他现在依然还是那个围着老婆孩子转的家庭主妇，所以你们不用忽然改变态度。小妹，你说什么呢？爸只是愧疚那天对你们的态度。对，我明白，你们忽然的愧疚，不就是以为我们战霄是个大人物吗？战霄要真是个人物，我还至于为了你去低声下气的求你不会吗？爸，你别偷换概念。您嫌战霄没钱，没办法在金钱物质上孝敬您，所以你就自作主张，在我感情婚姻稳定的情况下，把我推给刘富贵。你为了自己的利益受了委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爸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你们究竟还要拿着为我好的旗号，做多少伤害我的事儿？三弟啊，天底下有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？战霄这些年，但凡赚了1分钱，我也不会说什么。就是他一个大男人，成天洗衣做饭，这哪会有出息啊？我是不希望你的日子过得抠抠搜搜，亲戚朋友看着你绕道走。三弟啊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还不希望你好吗？小妹啊，嫁汉穿衣吃饭，你看你找的那个男人是能养得了你吃，还是养得了你穿啊？那是因为他不屑做这些，但凡他想，以我老公的人脉，那些钱不还是一句话的事儿？小妹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么多年啊，你要是少吹点牛，我都信了。那爸生日会上的50箱光良酒是不是真的？你自己算算，这市场价得多少钱？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小妹啊，话都说清楚了，要不让爸进去坐着呗？就这儿坐。你站着。哎呀，波妞啊，二姨来啦！你就让你二姐跟波妞说说话，我们父女俩就在这好好聊聊。爸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想起你小时候很多的事情。你妈妈走得早，我为了你就没有再娶过。波妞啊，你妈妈有一个百宝箱，你带二姨去看看，二姨就把这个糖给你吃，好不好？我爸爸说了，小孩子才不能乱吃糖，牙齿会坏掉。那你喜欢什么啊？波妞啊，二姨就想看看你妈妈的百宝箱，你听话带我去好不好？我知道了，你妈妈把这个东西藏了起来，你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呀。我不信。你不信就算了。波妞啊，你妈妈的百宝箱里进了一只老鼠，把里面的东西都啃坏了，你快去检查一下。阿姨，你以为我还是3岁小孩吗？二姐，你来到底干什么？直说吧。我能来干嘛呀？我就是陪着爸给你们解开心结的。
得了吧，你们看不起我们家也不是1天2天了。今天要不是我老公买了50箱光粱酒，你们会踏进我家吗？小妹啊，旧账就不提了。现如今你靠着你男人发达了，你可以不管我们，但你不能不管爸呀。说目的吧。爸想拿回那些钻石。钻石？妈妈，爸爸说了，这些东西放在家里给我和妈妈玩，不给任何人。你个人小鬼大的丫头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妈妈不能给二姨和外公，爸爸会不高兴。波妞说的对，虽然那些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，但是也是波妞爸爸的一片心意，在你们看来懒得都看一眼，但是我却很珍惜。是，你们的爱情无价，你们的爱情值万金。我听说妹夫送了你一个百宝箱，拿出来给我看看呗。没什么好看的，都是些破烂儿。三娘，你给你二姐看看吧，我们难得来一趟。是啊，你给我看看，我回去比照着买个同款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该不会他们以为老公送得起光粱酒，就送得起真金真钻吧？行啊，我去拿，你们等着。哎，不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不走了。那百宝箱，只不过就是看着精致点，名字好听点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百宝箱还挺大的，这么多。这是真的？哎呀，假的，不值钱。这一箱子里边，也就是这个箱子值点钱了。老幺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妹夫可是送得起50箱光粱酒的潜力股。潜力股，二姐，我记得你之前都是喊我老公耙耳朵、窝囊废的。三娘啊，在自家面前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我们又不要你任何东西。爸，这一箱东西都是假的，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啊？这些都是女性朋友送的。这些酒啊，是正好有一个朋友干那一行，但这是金子，谁会送这么多金子啊？有道理。这百宝箱里的东西啊，但凡有一件是真的，都值得上把锁。没给他上锁，就是因为能让波妞随时拿出来做手工。手工？哦，学校幼儿园布置的家庭作业，要锻炼小孩子的动手能力。这样啊，这东西也看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，爸。都看好了？都看好了吧，咱走吧啊。妈妈，你看见二姨拿百宝箱里的东西，怎么没有阻止啊？我要是阻止了，他们会一直惦记着咱们家百宝箱的宝贝。给他了，不是更惦记了吗？不，他们啊一定会拿去鉴定。哎，等他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就会彻底打消来烦我们的念头啦。哦，我好像明白啦。快收拾起来，别让你爸看见。火烧都不变色，这都不用等鉴定结果，我就能肯定，这绝对是真金。老公，醒醒，死猪！谁啊？怎么了，老公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没有啊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，老婆？啊，我马上就睡了。老公，我问你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和刘首富走挺近的？他想要你妹子啊？谁？老四？你醒醒，我问你呢，是不是桑宁啊？对呀，难不成是你三妹啊？哎，老婆你别担心了，我会办妥的，赶紧睡吧。不是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怎么办妥啊？办妥什么啊？哎呀，老公，我跟你说啊，公占乡那个耙耳朵，说不定真有什么身份，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刘首富那个暴发户而得罪真龙啊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老婆，刘首富早就彻底查过那个耙耳朵了，他什么背景都没有，他最多就是跟林会长熟一点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但是吧，桑宁对那个公占萧一心一意的，连爸都放弃了，要不咱们别多事了吧？我这么跟你说，老婆，刘首富他可是给了我许诺的，要是他跟桑宁的事成了，他会给我一个车间主任的位置。这话靠谱吗？当然靠谱了，如果不靠谱，我怎么可能答应他呀？那我就放心了，睡吧。哦，好。好想喝奶茶，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奶茶店排队的人都这么多？好，老婆，我去买。好吧。
帅哥，我能用这颗钻石跟你换个位置吗？有病吧？帅哥，我跟你换。你不怕是假的呀？怎么可能真有人拿着钻石跟你换位置买奶茶？长点脑子啊，姐妹！帅哥哎，就算是假的，我也只是多拍一会儿而已，又不亏。又沾花惹草。这个奶茶不买也罢，还是别让老公买了。桑宁，先生你好，你的奶茶。谢谢啊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实时定位，时间15点55分，经过6域南路743号路段辆黑色车，夫人被人抓走了。实时定位发给我。车来！先往前开，夫人被人带走了。是。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敢动暗脉教父的夫人？哎，轻点儿，钱不想要了？刘首富对他可稀罕得很，又没磕着碰着，没事儿。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我跟你说，桑尼的镀金首饰我拿去找人看了。镀金的？哎，等你老公发财了，给你买个真金的。不是真不真金的事儿，是这东西。那大师说啊，仅此一件，上面还有暗脉编号。暗脉呀，老公，你说龚占霄那个耙耳朵不会和暗脉有什么关系吧？那不可能，他要是能跟暗脉扯上关系，他至于受这么多人的窝囊气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保险起见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刘首富虽然有钱，但跟暗脉比，他就是个沙子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一个女人家插手老爷们的事干什么？挂了。喂，坏了，这狗男人肯定动手了，我得赶紧给爸打电话。教父大人，劫持夫人的车就停在刘富贵儿家。加速，赶住我老婆，不让他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哎呦，我的小美人儿，你终于来了！哎，刘首富，您看，我帮你把桑宁带来了，那您承诺我那个别人的事儿，给我起开点，别耽误开小美人。哎，刘首富，您要是不遵守你承诺的话，那我马上把我的小姨妹带回去了。哼，有危险！来人！别！哎，刘首富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消气。你说的对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放开！哎呦喂，小美人，像这样的小美人就得配我这种有钱又有身份的男人吧？这几年真是便宜龚占霄这个废物了。教父大人，前面拐个弯就到刘富贵家了，再快一点！是。小美人，你终于来了！滚开！让我亲一口，亲一下。呸！我老公马上就来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老公？你认为我会怕那个废物吗？桑宁，你好好看看清楚你在什么地方。要是不想遭罪的话，你就老实听话。你怎么跟桑宁说话呢？对不起。桑宁啊，你姐和我都是在帮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姐也知道你把我绑这儿来了。那当然了，你想想啊，你要是嫁给刘首富，对我们所有人都好啊。闭嘴！我老公马上就来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说你那个窝囊废老公，此时此刻他不知道在哪条街找你呢。等你跟刘首富生米煮成熟饭，自然会告诉他的。姐夫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行了，别再废话了，赶紧把小美人给我弄床上去，我现在就要当新郎。哎，对。不要，老公，龚占霄，救我！行了，别再废话了，赶紧把小美人给我弄床上去，我现在就要当新郎。哎，对。不要，老公，龚占霄，救我！
谁敢动我老婆分毫，我让他下地狱！顾战笑，赶紧把人给我带走！你干什么？找死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这个废物给我赶出去！出家我上！老公小心！该你了。该你了。你龚占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得罪了我，你在整个海燕你就待不下去了。威胁我，让我待不下去。我直接让你活不下去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龚哥，不，龚爷，龚总总，你饶我一回吧。动了我老婆，你还想要命吗？我再也不敢动你老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来人呐，快救我呀！老公，龚占霄，赶紧放了刘首富，要不然伤到了你老婆，可别怪我。在找死！来人呐，快救我呀！老公，龚占霄，赶紧放了刘首富，要不然伤到了你老婆，可别怪我。在找死！老公，你别冲动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冯平，你确定你要为了刘富贵跟我作对？冯平，我答应你主管的位置依然不变，你想好了？你到底向着谁有利于你的前途？我当然是帮您啊，刘首富。桑宁，你可别怪我啊，要怪就怪你自己识人不清，错把榆木当珍珠。姐夫，我可是在帮你啊。冯平，你在干什么？快把刀放下！二姐，爸，姐夫他疯了！冯平，你赶紧放了桑宁！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赶紧把刀放下！你后退，给我后退！冯平，你得失心疯了吗？我千叮万嘱，让你不要跟桑宁两口子作对，让你离刘首富远一点。你就是不听，就是不听，你脑子装出屎的吗？你他妈给我闭嘴！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们家的前程着想。你动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，普通人谁送礼一送50箱的，能让林会长随叫随到吗？你一个女人家就是容易被这些表象所迷惑。我们早就查过她的背景了，她没有任何的势力。冯平啊，你布了一条道走得黑呀！爸，你也是糊涂了。人刘首富好歹也是承诺了要给我主管的位置，家里这个废物他能给我们什么？除了每天你们认为他的背后是多大的势力之外，他还能给咱们什么？姐夫，你也没给过我们任何东西，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联合其他姐妹拆散你和二姐？刀子无眼，你要是不想受伤，就给我小心你的嘴巴。老公，你是说刘首富许诺让你做主管？对呀。桑宁，人不能太自私，人家刘首富都让你姐夫做主管，你就不能看到人家一点好吗？二姐，你胡说什么啊？桑宁，不是我说你，就算龚占霄真有什么身份，这么多年他一直藏着掖着，不管是你还是我们这些姐妹亲戚，都没沾过他半分好处。这种小气抠搜的男人，留着他做什么啊？没错，桑宁妹妹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比我好看一点啊。他有钱，他也不给你花，看看身份，他都不告诉你，证明他压根就没有爱过你呀！老婆，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在偷换概念。哎，我偷换什么概念啦？龚占霄，这么多年，你是给我妹1分钱花了，还是你让她养尊处优、受人尊重了，还是说你让我们这些姐妹亲戚沾到什么好处了？二姐，那你们也没有给过我们这些亲戚和姐妹什么好处，凭什么羊毛都只在我们家身上好？嘿，你这个拎不清的猪脑子，老娘这是为了你好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肯为你花钱，他不一定爱你；但是一个男人要是不肯为你花钱，他100%不爱你。哎，二姐，按照你这个理论，只要舍得为桑宁花钱，我就是爱他。可你又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为他花过钱呢？你浑身上下掏得出5块钱吗？这些年来，我偶尔搜罗些珍贵金饰，每一件都有市无价，也只是桑宁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他喜欢什么，不然
上天入地，天涯海角，我也全部为他搜罗而来。火烧都不变色，这都不用等鉴定结果，我就能肯定，这绝对是真金。我竟然忘了，百宝箱里满箱子的金饰。你是说你家那一箱镀金的破烂儿，整个海燕市都知道了？还有你那一书包玻璃弹子，这才几天啊，就忘了？所以这是真钻石？当然是了，我们是最权威的官方质检机构，检测机构是法律保护的。那这一颗多少钱？按照你手里这颗裸钻的纯度、净度和完美切割工艺来看，这一颗市场价400万起。400万？当然，这可是高品质的全镁5克拉钻石，市面上很难找的。发财了，老公，那些都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黄金是真的，钻石也是真的。你在瞎扯什么呀？那些破烂和玻璃，那种天文数字级的财富是多么值钱啊！用脚趾头想都知道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怎么就不能是真的呢？李会长，您来了！你看，哎呦！老大，您怎么能纵容这些人这么轻贱您呢？我也只是看在我老婆桑年的面子上。林会长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姐夫，我老公跟林会长的关系可不一般，你得罪了我老公，就是得罪了林会长，你还不放开我吗？老公，没事的，老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老公在的。我一点也不怕，老公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好大的胆啊，竟敢顶撞他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老公，没事的，老婆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老公在的。我一点也不怕，老公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好大的胆啊，竟敢顶撞他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林会长，我也是被胁迫的，请您一定要明察呀。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提前攀上了商业之王卫龙。喂，魏大总裁，我是海燕市黄花镇刘富贵，我要向您实名举报，教会会长林峰在我们海燕市大肆敛财，还请魏大总裁向安麦教父大人如实禀报。什么？安麦明文规定不允许搜刮半点民脂民膏。说，林峰此刻在哪儿？现在就在我家黄花镇6义中路188号。正好，河清总督、赵总督也在黄花镇。我们马上赶过来查证，若情况属实，即刻上报教父大人。好，那我就恭候诸位大人到来。哼，林大会长来了又如何？现在教父大人的左膀右臂四大混又来，我看你们这帮蝼蚁水活！是疯了吗？居然为了一个外人用刀指着桑宁，那可是我亲妹妹。哎呀，谁知道这个龚占霄这么厉害呀？进来3两下就把刘首富打得满地找牙。我要是再不小小的表现一下，海燕不白跑了吗？对吧？来人，关门！我也不怕告诉你们，暗麦的大人物马上就要到了。暗麦，暗麦，刘富贵，暗麦的人向来神出鬼没的，你怎么可能掌握别人的踪迹呢？老子前2天刚结识了暗麦教父大人的左膀右臂。商业之王卫龙卫大贵人，更巧的是，除了商业之王外，河清总督、赵总督也在此地巡查。这2位教父大人的左膀右臂马上就要到了。卫龙和赵海行事正钱吗？这我也不太清楚魏总和赵总督的行程安排，或许也是公事。老公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惹上大麻烦了？安麦的大佬来。别怕，他们给你弟子算不得什么。刘富贵，暗麦的人可不能随意调动，你当我们傻吗？那你等着呀，用不了5分钟，现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给我死！刘富贵，你这个阴谋小人，我是信错你了。识时务者为俊傑，张老头，你就该死！爸，别担心，死罪有我呢。
听说暗麦的手段极端又残忍，要是被暗麦的人狙击，那可哪有活路啊！我还不想死啊！死不了，林会长还在这儿呢。哦，对，林会长，您一定要救救我们呐！暗麦教父在此，卫龙赵海，不敢放肆。暗麦教父？不可能吧？你是说教父大人也会亲临？不可能，那可是云端化神的教父，怎么可能来我们这儿？但暗麦教父几个得力下属的确都在海燕巡查，恰巧，差不多也到黄河镇了。还真来我们小镇了。这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，他们会来不稀奇。那我岂不是能见到教父本人？老婆，你真想见到暗麦教父？那当然，那可是全世界都仰望的超级大人物啊！不过像我这种普通人，应该没那个福分见他。老婆，在我看来，你就是这世上最有福气的人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啊，我就是千好万好。老婆，其实我就是暗麦商界之王卫龙道长，何请总督大人到来。老婆，在我看来，你就是这世上最有福气的人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啊，我就是千好万好。老婆，其实我就是。还真来了，是刘富贵真蹦上暗麦的大腿了。老婆不慌，跟你比起来，他算不得什么。你是说和林会长吗？傻老公，你哪知道暗麦的实力有多恐怖啊！现在跑也来不及了。魏总，赵总督，拜见赵总督。起来吧。哎呦，我真没想到，两位大人物还真来了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！别说那些没用的，你实名举报林峰滥用职权，可有证据啊？有，人证物证都是现成的。林峰为了一个普通人，私自调用50箱酒送人呢，整个黄花镇的人都可以当人证。那物证呢？物证就在桑家呀，桑老头家里整50箱酒堆得满满当当的。总督大人，您要不信，此刻您立刻派人去桑家查，一查一个准儿。岂有此理！来人，马上去6叶中路桑家彻查到底。赵总督，你要查谁啊？林峰，你贪污受贿，假公济私，如果证据确凿，我一定如实禀报教父大人，绝不对你袒护半分。赵总督好威风。教父？什么？还不滚过来！参见教父大人。教父大人！教父大人！教父，这怎么可能？起来吧。是。刘富贵，泥垢微尘，妄想天上去，该死！是，抓人！不，赵总督，你们抓错人了呀！是我打电话举报的，干嘛抓我呀？即日起查封刘富贵所有家产，带回去。你怎么查封我的家产呢？为什么呀？赵总督，凭什么呀？完了！那个躲在桑林背后的家庭主妇帕尔多，竟然是暗麦教父！你怎么查封我的家产呢？为什么呀？赵总督，凭什么呀？完了！那个躲在桑林背后的家庭主妇帕尔多，竟然是暗麦教父！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不要惹四妹一家，你非不听。我怎么知道？堂堂暗麦教父，好好的神殿，他不去接受别人的跪拜，跑来你们桑家当奶爸妻管严，这不纯属有病吗？你是嫌命太长了吗？该你了。妹夫，不，教父大人，
这都是个误会。您要是以前哪怕展示一丁点您的财力或者您的身份，我也不至于犯这样的错呀。丢进去，这辈子就别再出来害人了。等一下，教父，您听我说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教父，妹夫，我们可是一家亲戚啊！对。爸，你快说句话呀！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动真格的吧？说明他没有恶意，我们的初衷都是为了小妹好呀，爸。桑宁，我的亲妹妹，你不能真的眼睁睁看着你姐夫进去吧？你姐夫他也没做错什么，妹妹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他吧！啊，你就放了我吧。对不起。你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如果今天不是我老公到的及时的话，我就彻底毁了。我怎么可能因为姐姐你哭诉几句，就放过这样算计我、伤害我的人呢？桑宁，就算你姐夫真做错什么，你现在还好好的，那是因为我老公到的及时。二姐，你们因为自己的利益破坏我的家庭，把我当做牺牲品。我为了保卫自己的人身安全，让正义之剑斩向罪恶，天经地义。可你是我亲妹妹，你姐夫要是进去了，我怎么活啊？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你现在想起来我是你亲妹妹了。你们两口子设计我拿我去换主管的时候，可是半分没有犹豫。够了，三姐，你姐夫是做错了，但你现在也毫发无损了，你就应该小整大节。你这样拆散杨姐的家庭吗？你这辈子良心能安吗？我安得很。你们破坏我家庭、伤害我的时候，就能做得这么理所当然，凭什么我不能？我老婆说的对，一码归一码，一报还一报。吐槽！我老婆说的对，一码归一码，一报还一报。吐槽！赶紧吐槽！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老婆救我！老婆！桑宁，你真的不救你姐夫？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断绝关系。你想怎样都随你。你们放开我老公，放开他！你别追了！唉，三年，你真是太冷血，太没有人性。爸爸，是你太偏心，太势利了。我那都是为你好啊！你不懂得感恩，你还大胆，竟敢对夫人无礼！我还不行，你认错？难道你也要进去待2年，反省态度吗？不敢，不敢。算了，这件事到此结束。三年，四姐妹中，你学历最高，最聪明，我本应该相信你的眼里，可都是我一时糊涂啊！你是安麦教父？我是。那你为什么隐瞒身份不告诉我？我没有刻意隐瞒，因为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我最重要的身份，最自豪的身份，就是你的丈夫，波妞的爸爸。那家里的百宝箱的东西都是真的。真的？是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老公，你怎么把这一箱镀金首饰拿出来了？明天不是爸生日吗？我看有没有适合送给爸的东西。你要把这箱镀金的东西送给爸？这箱东西加起来还不到200块，你想什么呢？老婆，这些可不是镀金，都是真金，每一件都是大师的孤品，是真正的无价之宝。行了，这话多说几遍，你自己都要信了。是真是假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老婆，这些都是真的，我可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安麦教父是我老公，我这是什么命啊？老大，奶茶。这杯奶茶奶盖化了，我重新排队给你买一杯。让堂堂安麦教父排队给我买奶茶，我不会被抓吧？不会，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月亮，我也心甘情愿给你的。
那倒不用，还是踏实点好。只要你在我身边啊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再见。闭上了眼睛，记得你的笑容，幸福的从容，将灵魂都掏空，享受1分钟的感动。是否爱上一个人，不问明天过后。回家。山明和水秀，不必你有看透，牵着你的手，一直走到最后。